这是第2代的索尼 PS5，很遗憾啊，没有等来 PS5 Slim。我一发布其实就抢了一台，麻溜的就把我的老版 PS5 给送人了。结果到现在啊，我一次都没有兴趣去开机。大法真的是走上了挤牙膏的道路。既然啊索尼自己摆烂，我决定自己找乐子。 自己做一台真正的 PS5 Slim， 大家觉得大厂都搞不定，我这手残小达人老张能搞定吗？务必给老张点赞、关注，支持老张，谢谢老伙计们了。先拆机，看到这厚度没有？这跟 Slim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 这是它的一个电源，12伏31安，也就是360瓦左右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机器整个跑起来大概就是250瓦之内吧。这么大的一个电源，那很显然是不能把它内置的。这个就是开关和前置 I/O 啊。好了。 这个就是咱们拆下来的一个主板啊，这个是机器的一个正面，然后它正和反都是由2块铁板给它压在一起的。主板的实际尺寸就是这么大，散热片你看也很厚啊，并且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6热管还不是直触。我们大概用6根热管加上纯铜的散热片，它这个是铝合金的还是铜的呀？铝合金的啊，我们用纯铜散热片应该完全可以扛得住它的散热的需求。 但是很明显，这个散热片都是要改造的。这个是它接入12伏电源的一个位置，看它也是非常的高，它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接口给它焊掉啊，然后再重新接入一个12伏的电源。接下来咱们来搞这个最棘手的部分啊，就是它的液晶。 OK， 注意看啊，这个是它的液晶。哎，我这手艺还行。它这个海绵垫就是用来固定液晶的，就是防止它流出来的一个设计，非常完美。这块主板的尺寸呢是要比一般的 ITX 的主板还是要大的啊，并且大不少。这是它的3维尺寸啊。然后它的厚度呢大概是在3厘米到4厘米左右。 那如果咱们用传统的这个台式机的散热方法，那首先就应该有一层散热片压在上面，再压上一层什么呢？风扇。这2层东西都加起来的话呢，大概至少还需要再加4到5厘米的厚度。那加起来呢，大概就是9厘米的厚度。那这样改起来呢，还不如原版 PS5 薄呢，是不是？那咱们呢就应该转而使用笔记本的散热方案。 因为笔记本都非常薄啊，所以它是怎么散热的呢？我给大家画一下啊，这是咱们这个 PS5 的主板，那主板上面不直接加散热片，这是它的这个 APU， 这是它的这个供电，这里是它的内存。那笔记本会怎么散热呢？它首先会在上面加一层铜片，铜片上面加热管，把热量从这儿移到这边来，这儿呢就变得凉了啊，然后在这儿。 回流焊上一层鳍片，它原版用的是铝，咱们呢可以改成铜。这儿加2个风扇，从这儿进风，然后这个风扇转起来之后，风就从这儿出，把整个散热片吹透。这是我买的一个铜片，将来要用这个铜片来当成是热管压头，就是这么一个铜片，还会有一个小压片。它2个是怎么用的呢？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压片吗？高度跟它是一样的，所以在这个的正上方也会有一个压片，在这个地方冲孔，冲完孔之后会和这些孔。 完全对应，所以这个孔未来就会压在这个上面。这个地方会用这个热管，直接用回流焊的方式把热管压在上面，然后热管这样走到这个鳍片上。接下来咱就来焊这个散热片。我操！哎，你看这个边缘的吸焊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 这就说明它已经结合的非常好了。我操！这不傻逼了吗？上面的保护塑料忘了接了，这可咋接呀？说这里有什么问题？液晶是一种特殊的金属，叫价阴合金，它大概在30度的时候就是一个纯液态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滚动的液态。
所以你看现在咱屋里没有到30度，这个它是一个半固半液的状态。但是镓金属有一个，靠，这有点绝命毒师那意思啊，镓会腐蚀掉金属，因为金属的分子之间是一个非紧密结构，中间是有孔的，镓就会进入到那个分子结构的中间，然后让它脆化掉。比如说你在那个易拉罐上涂了镓，一捏，棒就炸了。这面不是要直接接触液晶吗？所以这一层要整个镀一层镍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但是让别人做特别贵嘛。那咱掌握了吗？咱老张的风格不就是该画画该省省吗？然后咱一会儿来给它镀镍，这是我买的电瓶电解液，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啊。然后用它，然后还需要用一段镍带，镍带我有很多嘛，这个就是镍带，它就是焊电池用的嘛。接下来咱们来做这个镍的电解液啊。一个水杯，咱不专业啊，没找着这个晴纶手套，这个危险作业大家请勿模仿啊，就来这个工地手套吧。瑞幸赞助了吗？瑞幸，赞助了9.9块。这个是个可调电源，咱们现在先把它调到5伏，首先倒入绝命巫师毒液。看这负极已经开始冒泡了啊，它就开始腐蚀了。现在已经电解了大概3片，接下来咱们来电镀，一股子骚味儿，你闻见了？杯子小了，咱也不能因为这个去买点那种烧杯啊，是吧？检验结果的时候来了啊！镀了一晚上，为啥还是没镀上啊？老天在考验我吗？真相了，老伙计们，怎么回事？我买的这个镍带，为了图便宜，买的是镀镍钢带，所以我相当于电解了2天的钢带。Triple Q， 这是我买的散热片，本来我是买4块，我先买了2块来试验。这是我的订单 YT29， 上面是3根6毫米的热管，75毫米乘53毫米，长方形，厚16.6毫米。OK， 给我发的，看这他妈叫热管吗？是方的呀，这叫热扁管，然后这他妈是正方形的，能不能行了？能不能行了？世界就是草台班子呀！真他妈草台吧，气死老子了！不玩了，你看看我这边都拆成什么样了啊！我就这么裸着，都裸了3个星期等这些配件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散热铁皮壳，散热片壳，电源、风扇、架子、主板，你看还有这一桌子螺丝，他妈的气死我了！怎么玩？不玩了。自虐，唉，跟所有的老伙计们道个歉啊！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操，放弃了，真是个草台班子。这原本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，你看我从量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画这个草图，设计外壳，找这个冷头，我基本上2天的时间就搞定了。然后，如果我的散热器、冷头设计、电镀这些事儿都非常顺利的话，我估计1周时间我就把 PS5 这个移动版本我就做出来了。然后我原本还给大家留了一个惊喜，就是我做完超薄版本的 PS5 之后，它还会在上面连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屏，特别选，这是16寸16:9的显示屏，2.5K 165赫兹。我最终做出来的一个 PSP 是这个样，这个下面是 PSP 的主机，然后这个机器这下面这个地方。我会做一个这个360度的旋转，这样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这个机器扣上去之后还可以这样转，人家显示器早早的就给我寄过来。接下来这问题就出来了，首先就是我买的这个冷头，看我这个冷头的尺寸啊，是76.7乘以76.7，一个方形的。然后呢，这上面需要再加一个小片儿，就是14乘以25，这是老板给我发过来的冷头，你敢信吗？这是冷头，我等了2周，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找我另外一个就是定制的哥们儿给我定制了2片，就是在视频中出现的那个。
结果又出现了电镀不上的问题。我电镀了3天啊，我换了电解液，换了9度的食醋，然后都镀不上。昨天晚上把我给气的，屋里全是酸味儿，我他妈都受不了，回家了。然后我一想呀，我的这个镍带是不是有问题？结果我一看镍钢带，然后我要再买个镍带，又是等1周。北京这个快递也真的是这个散热鳍片发错货了。然后这还没完啊！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展示的手机，你看虽然都是 Mate， 这是我们摄影师的手机，我让摄影师帮我买的。为什么让摄影师帮我买呢？4周之前啊，注意看我这个屏幕聊天记录啊，看到了没有？我等了1周，这快递小哥放到了快递柜，我去取快递的时候，快递柜是空的。总之，我买了一次丢件了。丢完件之后，我担心这个老板不会再给我发了，因为我退货了嘛。大家注意看，然后我才让刚哥，我们摄影师又给我下了2份，结果给我发错了。心态还是平和一点吧，也是40岁的人了，是吧？但是我就是冥冥之中感觉上天不想让我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了。我可能是有点这个叫什么唯心主义，是吧？可能是有点唯心主义了，但是我不玩了，我不玩这期视频了。我有太多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好玩的东西，但是我已经做出来的这个设计图，如果你们有 UP 主想做这个同样的节目的，我告诉大家非常简单，你就按照我的这个就可以。你只需要换一个冷头压片，然后焊上6根热管。我的设计啊，它大概可以变成一个3公分厚，也就是这么厚的一台机器。然后它的尺寸352毫米乘以210毫米，厚3公分，也就是大约啊，就是这么厚的一个机器。如果是氮化镓的电源，它外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330瓦这样的一个电源就 OK 了，非常便携，就是你完全可以坐在星巴克里玩《对马岛之魂》。然后如果你说你还想要电池，跟大家说我都准备的有多好啊！现在这个淘宝就是一个草台班子，这是电池。我原本设计的是弹夹设计，这个弹夹是咔嗒卡在这儿的，咔嗒卡在这是模块化的设计，你完全是可以带出去玩的。所以移动版的便携的带屏幕的 PS5，我用的是 PS5 mini 啊，就是新发布的那个新 PS5 Slim。如果你想做的话，老伙计们你们自己上吧，我放弃了。然后老张真不是一个放弃的人啊，不想给大家做一个坏的表率，但是跟大家汇报一下，这是老张第一个真正翻车视频。